少年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忘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身边的少女是谁。通过和少女的对话，他发现自己应该是这里的原住民。看着镜子里陌生的脸，他正感到有些疑惑时，脑海深处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呼唤着他的名字玉泰。他顺着声音找到了来源，那是一台老式的电脑。他刚一走过去，电视机上就出现了一名身穿铠甲的男人，他让玉泰赶紧想起自己的使命。玉泰正摸不着头脑时，少女也跟着他走了进来，一脸疑惑地盯着他，寻思这小子怕不是生病了。玉泰一脸认真地告诉他自己失忆了，完全不记得这里是哪里，他又是谁。少女叫做六花，这里是他家的杂货铺。听到他们对话的六花母亲让女儿赶紧带玉泰去医院看看。此时的玉泰痛苦不已，因为他一直都能听到那个神奇男人的呼唤，他把这当成了幻觉和耳鸣。离开六花家的杂货铺时，他发现整个小镇都被大雾弥漫，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城市上空。他着急忙慌地告诉六花，雾的那边有一只巨大的怪兽。六花就什么也看不到，只觉得玉泰脑袋抽风，还告诉他再不赶紧离开医院可就关门了。于是玉泰只能无视到那只怪兽，跟上六花的步伐。路上六花询问他是否真的忘记了今天的记忆，他点了点头。六花便告诉他，要是假装失忆那真的太过分了，看样子今天还发生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医院检查了一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和六花道别时，玉泰忽然想起自己压根不知道家的方向在哪，关键是六花也不知道，于是他只能联系玉志的基友内海。知道他家的位置以后，两人决定先去吃一顿晚饭。聊天之中，玉泰才知道原来今天自己晕倒在六花家门口，所以才会从他家醒来。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分班以后第一次说这么多话，蛮陌生的。吃东西的时候，玉泰就很在意对面一直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男人，大概只有自己才能看到那家伙。将玉泰送回家之后，六花便离开了。转了一圈，玉泰发现父母都出差了，估计3个月回不来，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感觉太陌生了，过得像是别人的人生一样。第二天一早，内海就来玉泰家接他了。他询问内海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内海思考了半天，告诉他就是个普通人吧，不过并不是个坏人。六花一到教室就被闺蜜们缠着八卦他昨天为什么跟玉泰待在一起。他本来还想狡辩一下的，结果玉泰是小的一进来就给他道了声谢。一下课，六花就告诉他，在学校他俩还是保持点距离吧，不然自己肯定会被闺蜜们戏弄。玉泰听是听了，但总感觉不是很明白这是为什么。午休的时候，内海让玉泰和自己一起去外面吃饭，玉泰却因为学校的事太多了，完全无暇考虑午餐的事。坐在他左边座位上的小西便顺手塞给他一块热狗。这时候一旁玩起的小问没有控制住力道，就直接砸在了热狗上。玉泰倒是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只是被砸扁了，又不是不能吃。失忆以后来到学习的第一天实在是够呛。不过玉泰觉得小西人倒是挺好的，内海让他搞清楚人家只是在同情他，因为小西是个才色兼备、才貌双全的最强女生，被全班同学都喜欢。就连内海也明显对别人有所爱慕，玉泰一下就看出来了。现在内海转移话题，表示自己也要看看他口中说的那个名叫古力特的男人。正巧六花迎面走了过来，他们便跟着六花一起回到了杂货铺。他指着最老那台电脑，告诉内海那个就是古力特。刚一走过去，电视屏幕就又亮了起来。古力特正打算从头自我介绍，玉泰打断了他。见状，古力特便立刻告诉他，动作一定要快，这个世界正面临着危机呢。当然，这个画面也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所有人看他都好像在自言自语。忽然，玉泰的手腕传来了电击似的感觉，不知为何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听到了怪兽的声音，众人都以为他又犯病了。结果下一秒，整个小镇就剧烈的震动起来。紧接着，新闻便开始播报。下午6时左右，京都练马市杜鹃台就发现了类似怪兽的不明生物。在怪兽眼中，一排排汽车就跟小玩具似的，一脚就踹开了。他口中吐出的火球也像弹跳球一样，持续的城镇造成着破坏。一颗火球直直砸到了学校的方向。意识到不妙的玉泰感受到内心深处传来古力特的呼唤，他回到了六花的杂货铺。古力特告诉他，来不及解释了，少年，和我一起觉醒吧。说完，玉泰就被吸进了电脑屏幕里。赶来的六花和内海都看到了这令人惊悚的一幕，他们从电脑屏幕上看到了被传送到异空间的玉泰以及被他称之为古力特的男人。两人在异空间进行结合之后，出现在了小镇之上。要不是旧电脑内传出了玉泰的声音，他们可能都不相信凭空出现的超人是自己的好友。好在现在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就是快。随着古力特和怪兽打斗愈发激烈，旧电脑像是扛不住一样迸发出了火花。内海则是大脑一片空白，只要是奥特曼的话，怪兽多少还有点弱点，但是你跟我说这是古力特，那咱确实不知道该咋办。所以智囊团的内海冷静地观察了一下，发现怪兽的脖子一直在脱落，看来那里就是弱点了。但眼下的问题是该如何告诉玉泰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玉泰告诉他们学校烧起来了。六花直接坐在了电脑前，以极快的手速将内海说的话告诉了玉泰。没想到这招真有用，他能听到两人的声音。有了好友加持以后，玉泰打架都更得劲儿了，直接一把拦住了怪兽最脆弱的脖子，将他给拔了下来。紧接着一束古力特光束送怪兽上了西天。解决完怪兽以后，玉泰就从电脑里弹了出来。古力特告诉他，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之后还有他必须要完成的使命。精疲力竭的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第二天早上来到学校时，惊讶地发现昨天被烧毁的学校竟然恢复原样了，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追问了学校的同学们
们大家也是一脸的茫然，还以为他们仨说梦话呢。网络上也没有相关的消息。内海注意到班上好像少了几张桌子，六花还记得是小问和小光的桌子。在询问过闺蜜以后，他们得知了一件恐怖的事情，这两人连同昨天发生的事一起消失在了大家的记忆中。他们决定下午放学的时候去询问一下古力特，说不定他知道些什么，甚至擅自将六花的杂货铺当成了电光超人同盟秘密基地。他们的对话都被身后的小西听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小西跟着玉泰缠着他问他关于怪兽的事情，一时半会儿玉泰也说不太清，便没有跟他明说。闻言，小西收敛了自己的笑容，放学回家后就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和他对外宣扬的形象不同，他是一个心胸相当狭窄的人，是个喜欢怪兽手办的宅女娇老。整个房间都堆满了垃圾。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一个名叫亚历克西斯的合作者，他对于怪兽的事情了如指掌，还将他们三人的事告诉了亚历克西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就是那个创造怪兽的幕后黑手，只要是看他不爽的人，他就会将对方给杀掉。所以这次的目标是在今天白天撞到了自己后还没有说抱歉的班主任。下午放学，三人齐聚六花街的店铺。从古力特这里并没有得到什么有力的信息以后，内海以自己孤然的身份告诉他们，按照奥特曼系列的经验来说，之后肯定会出现外星人。一说到外星人，玉泰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自己遇到那个神秘男人。说曹操，曹操到。男人正巧出现在门口，看上去相当严肃，而且似乎神经有点大条。走到门口的时候，被自己的武士刀给绊倒了。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救的武士卡里巴是来支援古力特的。在他一阵捣鼓下，所有人都能看到古力特了。关于这次的事，内海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他决定先调查已经消失那5个人，就在午休时查到了他们住所。事不宜迟，四人组立即出发。经历了昨天的事情以后，六花和内海两人也能看到城市上空的怪兽了。他们感到相当震撼，原来自己一直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到达中华料理龙厅之后，六花告诉店长他们是小文的高中同学，然而店长却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们，说自己的女儿早在初中就已经去世了。三人都觉得相当奇怪，明明昨天他还在学校读书来着。之后他们又拜访了另外4家人，结果都一样，无一例外，大家早早的就已经离世了。这件事让六花感到非常的沮丧。卡里巴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遭受了怪兽的袭击。回去的路上，他递给了六花一瓶凉茶。六花告诉他自己不想再失去朋友，不想再让快乐的记忆被抹除了，只有自己记得这些美好的回忆，他绝不愿意。卡里巴告诉他这一点谁都一样，所以只能战斗了。危机仍旧在继续。三人刚刚说完，新的怪兽就再次出现了。这就是亚历克西斯的能力，他能够发动技能实力化，将小西制造的怪兽模型实体化。通过无人机，小西已经找到了正在逃跑的班主任。这一次怪兽主要发动攻击的地方在于腹部那条激光，明明是破坏城镇杀人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在小西看来却跟玩游戏无异。激光没打准，那就是太菜了。只是为了杀掉1人，就有无数人丧命。对于这样的行为，玉泰不能坐以待毙。几人正准备往回赶时，钢筋直直砸了下来。好在卡里巴反应迅速，救了他们一命。六花此时还有些犹豫，卡里巴便告诉他：“你不是说好了要战斗吗？你会如何选择呢？”六花眉头一皱，下定了决心，他要和电光超人一起消灭怪兽。赶到杂货铺以后，古力特告诉玉泰，自己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实体的，他必须和玉泰一起战斗才能够实体化。因此，他给了玉泰一台原初接收器，只要有了这个东西，他们2个就能变身结合。怪兽已经找到了藏在废墟下的班主任，此时班主任都快吓尿了。好在电光超人及时赶到，一脚将其踹飞。这次变身，整副机甲颜色都发生了改变，身体也变得轻盈起来。这一次，古力特依然打算使用光线对付迪巴达丹，但这一点早已被小西预料到了，所以他安装了进行反射的装置。这一下给电光超人打得够呛，照这样下去，在第2把岂不是就输了？六花让作为古力特好友的卡里巴想办法帮帮他们，这就到卡里巴的专长了。他的存在就是为了成为古力特的武器，输入代码的一瞬间就化作了一把电光大斩剑。这一相换小西没想到了，他们竟然还有新武器，一剑下去，迪巴达丹就被劈成了2半。任务完成以后，圣剑和玉泰回到了杂货铺。气急败坏的小西抬起玉足，对着亚历克西斯就是一脚。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奖励他呢？六花和在住宅区的朋友们通话以后，可算松了一口气，他们都没事，现在就出发去和好姐妹们会合。虽说如此，但玉泰还是有些失落。每一次战斗肯定都会有很多没能够保护到的人。卡里巴安慰他，但如果不出马的话，死的人会更多。第2天也和之前一样，谁都不记得昨天发生的事儿。城市也恢复了原状。玉泰心里有事儿，如果每天都重复一样的事，他们做的事还有什么意义呢？回去的路上，他不小心撞到了班主任。这一次班主任没有再冷着脸，而是好好的和玉泰说了声抱歉。看来他们做的事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改变嘛。在城市接连被破坏了2次，依然什么都没有事儿发生过后的一周，玉泰的记忆还是没能恢复，只有种自己浮在半空中的违和感。内海让玉泰赶紧看窗户外面，两人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口振着黑伞，看上去就像个可疑人物的卡里巴。不过和之前一样，除了他们3个之外，没有其他人能看到卡里巴。本来想让六花一起看的，结果他俩发现六花压根没有来学校。内海见好基友这么担心对方，直接帮他拨了号。不过六花那边并没有接电话，因为是在公园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小男孩，他没有打伞，被淋得浑身湿透了，相当夸张，吃着手中的盒饭。六花询问对方是否需要伞，没得到回答以后，他们递上了自己的便当。正准备
结果变成的少年接了电话后一声不吭的离开了。给他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小西，因为安琪是他所制造的怪兽。他想借着玉泰他们在学习的机会，让安琪去大闹一场。安琪这小子也是听话，立马就变成了怪兽，朝学校直直的走去。卡里巴破窗而入，带上玉泰和内海就离开了，顺路把六花一起给烧上了，简直堪称臂力惊人。事不宜迟，来到杂货铺，玉泰立马变身，在小西这个始作俑者的见证下，和安琪展开了对决。玉泰惊讶的发现，这次的怪兽居然会说话，难道这个怪兽是人类变的吗？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对他下手。安琪见他不反抗，干脆直接乱拳轰了过去。这咋办呢？他们只能再次寻求卡里巴的帮助。卡里巴及时赶到，将安琪推倒在地。古丽特告诉玉泰，他们不能在这里输掉，要是输掉的话，会造成更多人伤亡。见对方认真起来，安琪也伸出了自己尖利的爪子。这是小西对这个德意之作最兴奋的地方。安琪能够复制对方的招式，这一波火力压制下来，古丽特一倒，电脑直接关机了。内海和六花惊出了一身冷汗，为什么玉泰和卡里巴两人都没有回来？难道失败就意味着死了吗？小西没想到这么轻易的就将电光超人给消灭了。他站在安琪的头顶，发出了反派的笑声。一阵烟雾过后，整个城市又恢复了原样。一整天玉泰都没有再出现。按照之前的设定来说，他应该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看来自己不会再有对手了。小西决定带着大公车安琪好好吃一顿。他告诉安琪，他是自己所创造出的怪物，没有尸体的，也不可能是人类。所以一想到玉泰听安琪说话就认为他是人类，而手下留情以后，他觉得更搞笑了。整整一晚，六花和内海都没能入睡。无论如何，他们想再去确认一遍，于是便来到了玉泰的家，想让他们确认玉泰是否还活着，实在是太残忍了。六花害怕玉泰会像小文和小光一样被所有人给忘记，索性收回了手，转身离开了。从黑屏那刻起，老电脑就没办法再使用了。其实内海一直都没有告诉六花，就是因为自己的白天说卡里巴变成了剑，是否意味着那些怪兽也是人类变的，所以才让玉泰有些犹豫。六花总觉得他在掩饰些什么，两人因此而发生了口角，差一点一拍两散。但六花并不希望他离开，要是他走了，玉泰不就无处可归了吗？他相信玉泰是能平安归来的，要是他回来的话，他很想为那天没有接电话的事向他道歉。眼看店铺里面上演着青春疼痛文学，一个穿着西装的双马尾小矮子走了进来，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戴着面具的高大男人和一个蓝色头发的男人。几人一来就告诉六花，他们是来支援电光超人的，说是要支援他们。三个看上去还蛮悠闲的，甚至还有时间来点3杯拿铁。他们看了一圈，发现卡里巴不在。内海告诉他们，卡里巴大概和玉泰一起死掉了。戴着口罩的男人名叫马克思，是为了支援古丽特新世界中学的领队，其次则是波拉以及比特。马克思告诉内海，卡里巴和玉泰都没死，想知道对方有没有事儿，打电话不是最好的方式吗？内海觉得这简直是危言耸听，结果六花一拨还真拨通了。内海听到基友的声音激动极了，下一秒就结结实实挨了波拉一脚。从波拉和卡里巴的对话可以听出，他们两人都在等待古丽特恢复，准备等到怪兽出现就用奇袭打倒对方。结果等了半天，怪兽都没有再次出现。波拉让他不要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赶紧回来。于是卡里巴从电脑里跳了出来，在趋4人的召唤下，古丽特再次出现。亚历克西斯将古丽特还没有死亡的消息告诉了小西，小西接着又联系了安琪，还真是有求必应呢。安琪的速度极快，属实不好对付。马克思告诉他们，接下来就该自己登场了。他的能力是变身为征战巨坦，对敌人发射加农炮。与古丽特合体以后，化身刚力合体超人 Max 电光超人，这属实给小西看愣了。玉泰借此机会询问安琪到底是人类还是怪兽。安琪告诉他自己是为了抹杀他而存在的怪兽。听到这句话，玉泰终于可以无所顾虑的将他给解决掉了。两方不管是光束射箭还是对拳都几乎一致。这次对决没能分出胜负，因为安琪的变身时间到了，除了讨厌古丽特以外，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直接晕倒在地。这一次玉泰可算回到人类世界了。内海和六花激动坏了，六花也赶忙向他说出了那句抱歉，说完就娇羞的跑到后面藏了起来。玉泰这时候才发现，咱们这店里人是不是有点多呀？古丽特这才正式向大家介绍，他们是新世纪中学生，也是你我的同伴。接下来他们将与玉泰以及古丽特一起并肩作战。因为这次失败，小西非常的生气，他将饭盒扔在了安琪这个贪吃鬼脑袋上。小西不明白古丽特为何老是要妨碍自己呢？他虽然怀疑玉泰就是电光超人，但他还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打算好好去确认一下。夏日烦热的早上，如果要走路去上学的话，也太煎熬了。六花决定搭公交，小西走在身后向他搭话。六花感觉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上学了，因为两家离得挺近的，以前经常一起，但最近都没怎么说话。一上车，小西询问他和玉特的关系最近变得很好。六花总觉得他的语气怪怪的，但小西似乎又和平常没什么区别。来到学校，闺蜜就约六花周六时候一起出去玩，因为他们和校名气的团体 A 组约好了周六去逛街。六花本来有些犹豫，但没有想到小西竟然主动提出了要和他一起去，这一下六花也没有理由拒绝了。但他本人挺高兴的，以至于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心情很好。听说他和小西要和男大学生一起出去逛街，众人一惊，这不就是联谊吗？玉泰也偷看的寻思，难道他喜欢年长的人？一旁的内海情绪也不太对劲儿，他没有想到小西这么高冷的人居然也会参加联谊。波拉就是看不惯这些小年轻，竟然这么在意，不如直接跟过去好了。就连古丽特也告诉他不能逃避，直接面对。于是到了周六的时候，几人悄悄跟在他们身后。碰面以后，竟然
来到了 KTV， 六花怎么看都觉得他们融入不进去。这时候小西又提到了玉泰，还没问出个所以然，那几个男生就挤了过来，又是加联系方式，又是拉群的，就这么被打断了好几次，反复被打断的感觉让小西觉得非常不爽。他以家里有门禁为由，提前离开了联谊。跟在后面的内海和玉泰完全就是两个反应，一个瞳孔地震，一个听到小西回去以后就摆烂，打算解散了，只剩玉泰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就跟了这么几步还跟丢了。马克思在公园找到了迷路的他，替他诉说自己的烦恼。玉泰一直惦记着自己失忆那天六花所说的话，他想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但又无法开口询问。马克思作为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这小子喜欢六花，本来想辩解两句的玉泰，完全被自己的脸红给出卖了。走到家门口，小西发现安琪还在门口守着，觉得他相当碍事，直接一手机砸了过去。但思来想去，他又觉得这个怪兽还有利用的价值，便让他把 A 组的4个人全部杀掉。让小西没想到的是，安琪居然拒绝了。他说自己是为了打败古力特才被造出来的，所以只会去打败古力特。于是再次被手机砸了一脸，一脸怨气的小西回到了家里，拿出了美工刀，准备了新一轮的屠杀。而那几名大学生也接连被拖入到迷雾之中，不知去向。周天，玉泰看到六花又出去的时候，心情相当不美妙，总觉得他是不是出去约会了，但实际上人家只是跟好闺蜜约会。他惊讶地发现 A 组的成员只剩下1个人。他提出 A 组不是有4个人以后，闺蜜都有些疑惑，这让六花意识到怪兽又出现了，世界再一次被重置。但他想不明白他们3人被盯上的原因。好在能够确定自己2个闺蜜没事，他赶紧又给小西发了消息，确认对方也没事以后，他联系了 A 组里最后剩下的一位名叫大河的男生。他想提醒对方，这的朋友都出事了，所以他也要注意点。但对方完全听不懂他所说的话。这时两人的周围忽然弥漫起了雾气，六花让他赶紧跟着自己跑。很不巧的是，两人最终还是没跑掉，被怪兽给盯上了。六花想救都是无能为力。好在从他刚开始出门，卡里巴就一直暗中保护他。他带上六花和大河往回跑，顺便联系了马克思几人。这一举动也让小西注意到了，他们可能是古力特的同伴。古力特相当震惊，居然有自己没能察知到的怪物，看来有怪兽在专门的针对他们。辨识完以后，他们赶往了现场，但他在辨识的同时，安琪也察觉到了他的存在。于是，在古力特和甘格里打得酣畅淋漓时，他也赶到了现场来掺和一脚。但是没想到，竟然变成了2打1的局面。4人组决定一同支援古力特，但谁也没有想到，场面一度发生了混乱。安琪可不希望自己到时的对手被甘格里抢走了，于是小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创造了2个怪兽起了内讧，而这组的内海是瞠目结舌。没想到这4人组结合变身，竟然因为电脑死机而卡在了半空中。他们只能看着安琪战斗的报表，直接将冈格里丢到了9霄云外，和古力特来了个碰头。这下电脑彻底死机了，内海焦头烂额。六花寻思直接拔电源不就行了吗？接着再踢一脚，电脑就修好了。众人也回到了杂货铺。经过刚才这一遭，众人明白了，这老电脑根本没法承受4个人同时出击。于是一番思忖下，大家还是决定让马克思出动。古力特直接使出了一招超电机器，把冈格里给解决了。安琪快马加鞭赶到现场，想要给古力特致命一击，结果变身能量用光了，又恢复了小矮子的模样。玉泰他们也回到了杂货铺，一回来就听到了六花举欢迎回家。玉泰干脆一鼓作气的想询问他周六玩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吃饭。结果六花告诉他玩的一点也不开心，还不如和大家一起吃烤串呢。玉泰萎了，他还以为可以2人时光呢。接连的失败让小七失去了去学校读书的兴趣。现在对他来说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创造出一个怪兽去打败电光超人。不过这次他创造出的怪兽看上去平平无奇，但要是放在他们这些漂流远足上，效果可能就倍增了。玉泰来到车站和内海碰头以后，两人便上了公交车，但不知怎么的，一阵迷雾过后，两人就直接睡着了。幸好的目标地点醒过来，下河游泳前大家都做好了防晒的准备。小新也让六花帮自己涂抹后背，这一下两人的关系似乎又亲近了不少。之后众人便上了皮艇，开始了漂流之旅。期间小西差点掉进水里，被大家给拉了上来。他恨透了这种户外的活动，心情实在是不太美妙。他盯准了坐在一旁的玉泰，过去和他搭话。刚开始还是轻松的话题，聊到后面他直接询问了玉泰是不是会变身。玉泰一顺溜答应下来，完全没注意到自己中了计，回答了他自己的确变身。没想到这么轻松就确认了玉泰的身份。小西躲到角落给亚历克西斯打去电话，让他催动自己新做的怪兽。随着手环的一阵鸣叫，不远处出现了一只像山一样高的怪物。混乱之中，内海的家伙还不忘寻找小西的身影。然而此时的小西作为始作俑者，正在和亚历克西斯夸赞新怪兽的差距。改变怪兽体型大小以后，确实壮观了不少。玉泰此时头都裂了，没有旧电脑，自己没法和古力特合体，现在赶回店里肯定来不及了。手机还放在了更衣室内，他们只能绕山路到独立的公共电话亭。幸好内海的小子随身带了些零钱，两个小伙笑着笑着，两人就凝固了。他们也不知道杂货铺电话号码呀。幸好六花没有跟着同学们一起走，反而跟了上来，在他的帮助下，顺利的联系到了马克思他们。如果把旧电脑带走的话，他们肯定得买下这个老古董了。问了一嘴，价格3万块。4个人从兜里抠抠搜搜了半天，才凑够了钱。两边都在往车站赶，玉泰就被坏着的路给拦住了，准备从山上走。身后的六花明显体力不支，跟不上他们的速度了。六花让玉泰赶紧去车站，他不想自己拖他的后腿。玉泰点头以后就往山上走，结果一个脚滑直接落了下去，只留下了一件救生衣。就在六花他们担心的同时，遍体鳞伤的玉泰已经找到了马克思4人，带了一堆装备的他顺利在野外启动了
旧电脑。玉太告诉古力特，今天的怪兽有点棘手，特别巨大的一只，不知道古力特能放到多大。古力特的极限也就只能70米了，要是再大一点，能量消耗会非常快，也无法维持与玉太的连接。这时候还犹豫啥？波拉直接开口表示，老子来帮你们。他的技能是合成一台暴力钻孔机，听上去挺炸裂的吧？路况稍微坏一点，就不是很好启动了。好在他能远程支援一下，只用灭火弹灭了山火。虽然对手巨大，但玉太他们还是得拼一把。刚跳上戈亚贝克的脑袋，安琪又跑了出来。只能说这小子事业心还挺重，前脚刚救了小西，后脚又赶赴了战场。这次又让大家失望了，他没有在戈亚贝克起内讧，波拉直接朝他们来了2番凝固弹头，导弹将他们固定在了原地。借此机会和古力特合体，变身为暴力电光超人。前脚刚放完暴力电光导弹，后脚也被安琪给学走了。波拉大人不计小人过，让古力特别在乎那小子，直接集中火力先把大家伙给解决了。在双重爆裂光纤的攻击下，大山被夷为平地，顺便也把安琪埋在了底下，让他住了嘴。六花和内海也赶了过来，他注意到了因为失败而站在不远处哀怨盯着他像只小猫似的安琪。危机解除后，众人再次乘坐运行的电车往回赶，一个个都累得晕头转向。只有马斯克在思考，为什么怪兽总是出现在玉太的周围呢？他们不由得对怪兽的诞生产生了疑问。和往常一样，回到学校之后，大家都忘了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但玉太却非常在意小西。难道说小西的记忆没有被重置吗？他实在太在意这件事了，叫着内海商量。但内海因为家里有事没来学校，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六花开口。小西回到家门口时，发现安琪又在门口守着。他掏出手机，将玉太的照片给他看，告诉他这孩子就是电光超人，只要杀掉他，电光超人就不会再出现了。只要事成，自己就请他吃饭。得到命令的安琪四处寻找玉太，找着就饿了，只能去偷垃圾桶。就在这么窘迫的时候，还被六花给碰见了。听他肚子咕噜咕噜的六花就猜到这家伙估计是饿了，将自己刚买的面包和牛奶递给了他。看对方的身形，应该也只是个初中生。六花和他交换了名字后，一个面包显然不能让他填饱肚子，还用眼神暗示六花自己还是想吃。一凑近，六花就闻到了他身上臭臭的味道，看来他已经很久没有洗过澡了。安琪实际上连洗澡是什么概念都不知道，六花便擅自将他带回了自己家。正巧母亲准备去老哥的补习班，店也交给了比特一个人照顾。不远处的卡里巴默默注视这一切。六花带着安琪进了浴室，替他洗白白，和他对话几句后，他发现这个小家伙情况蛮特殊的嘞，既不上学也没有家，还没钱吃饭。安琪说自己在找一个人，但他不知道那个叫玉太的家伙在哪儿能够找得到。不过之后的话都被蓬蓬头吹送的泡泡给压了下去。而这头玉太犹犹豫豫的来到了六花街的店铺门口，发现六花不在以后，就叹了一口气，默默离开了。店里暗怪自己不够坦率。穿越小巷时，他被一个小女孩给叫住了。玉太总觉得自己好像认识这孩子，小孩说自己是怪兽的后裔，接着瞬间变成了巨大一只，邀请玉太和自己约会，还真是艳福不浅呢。同样艳福不浅的还有正在书店的内海，他在这儿碰到了小西，没有想到小西这样高人气的女孩居然和自己一样喜欢怪兽，并且对其颇具研究。两个人就这样顺着话题聊了下来，完全没有注意到对面的小矮子波特正在偷听。玉太是没有想到怪兽女孩邀请自己约会，还真给了自己一听饮料，给玉太整得怪不好意思的，但对方却乐滋滋的告诉他不必担心，他有特别多的钱。说完还给玉太露了一手，塑料袋子里装了许多的钢镚。吃饱喝足，他带着玉太来到了车站，他想让玉太带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外面看看。上车以后，玉太告诉小女孩，前段时间是自己失忆以后第一次坐电车，他看到了一条很宽的河。小女孩却反驳了他的说法，说这座城市的外面什么都没有。紧接着又是那一股诡异的浓雾，玉太变得特别困。他在一声悠扬的音乐声中醒来，发现小女孩把他戴耳机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他告诉玉太，因为这些气体，所以离开城市的人们都会变得很困。他播放的音乐之中隐藏着看不见的音之精灵，而没能听到这些音乐的马克思沉沉的陷入到了睡眠之中。这个诡异的气体来源于小西斗制作的怪兽，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让怪兽成为反派。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想知道如果是玉太的话会怎么想。本来以为是个女生愉快约会的内海听到这个问题以后愣住了，玉太也愣住了，因为怪兽少女阿诺告诉他，这座城市里出现的怪兽都是一个人制造出来的，他们都诞生于一个孤独者的内心，而那个人就是小西。小西知道那些怪兽破坏城市，又将城市修复好，他从以前就一直目睹着他做出这些事，这样做就是为了修复他所不满意的部分。这座城市对于他来说就是世界的全部。在他制作怪兽和修补城市时，内心以及这座城市已经变得像怪兽一样了。至今为止，消失掉的那些人也都是小西所不喜欢的人。他做出这样专断的行为全凭个人喜好，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小西所创造的，对于他们来说，小西就是神。而这个城市现在已经扭曲了他的内心，肯定是被人所利用。阿诺之所以不帮助小西，是因为他并非小西所制造的，他是很久之前就在这里的怪兽。听了阿诺所说的话，玉太意识到的确还有很多应该要做的事儿。阿诺告诉玉太，自己要帮他，是因为他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祖先，虽然他失去了记忆，不过能够遇见他就已经很好了。听到小西追问着自己关于玉太的事，内海脑袋瓜转得飞快，告诉小西，玉太的确有所改变，但他依然还是玉太。这不是小西想要听到的答案。他留下一句希望玉太能恢复记忆以后便离开了。洗干净的安琪一声不吭离开了柳花家，在天桥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人物玉太，差点一拳没要了玉太的命，幸亏马克思赶来将他给打飞了。也不知道这小子从哪儿凭空变出来一把电锯，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卡里巴也冲了出来。他们告诉
诉安琪，玉泰只是个普通人类，如果他杀了玉泰，就没办法再打倒电光超人了。到底还是个小孩子，不等式这么一话，他忽然想明白了。临走前还要傲娇的说一句：“这次就先放过玉泰。”刚才那一份激战，玉泰从安琪的声音里听出来了，他就是总是阻挠自己那只怪兽。本以为今天就能听到玉泰死讯的消息，但得知安琪又一次失败以后，又一次将气撒在了他身上。开学的时候，玉泰将小希就是神这事儿告诉2位好友，结果2人都觉得他是不是脑子糊涂了，2人全在帮小希说话，没一个拿他的话当真。那之后，玉泰就对小希特别在意，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和小希开口说这件事。正愁着呢，他忽然看到了走廊尽头的安琪，他跟着玉泰一路追到楼下，就是他的领子，让他把电光超人给叫出来。玉泰说，只有怪兽出现的时候，电光超人才会出现。没想到安琪还真把这话听进了心里，转身离开之前，顺手零元购把玉泰的午饭给抢走了，一个人悄悄走到楼梯口哭哭吃。小希问他干嘛呢？安琪认真的回答，自己的设定是当古雷特出现时，靠意识变回怪兽，所以他希望小希对自己下命令，自己变成怪兽了，古雷特才会出现。小希只觉得他很烦，一脚踹来过去，让他不要在学校里胡闹。下午放学，玉泰还在滔滔不绝的说着阿诺告诉自己那些事儿。这次马斯克也帮着玉泰说话，因为他也看到了阿诺。玉泰想知道大家对这事儿有什么想法，卡里巴告诉他什么想法都没有，所以干嘛不直接问他呢？不仅是玉泰，大家都觉得不太好问出口。玉泰询问了古雷特以后，也没有得到关于阿诺的消息。卡里巴告诉他，现在的电光超人并不完整，不如直接询问小希本人。玉泰决定明天就要小希问个清楚。结果一推开门，发现小希竟然就在自己家，这一下反倒给玉泰整不会了。小希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抱着一只的枕头就躺在他的床上，还邀请他一起过来。玉泰笑脸一红，小希询问他还在装什么傻，和自己成为盟友一起做神肯定更加有趣。面对美色的诱惑，玉泰坚定地说了不，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必须做的事，在住的城市有自己重要的朋友，自己不能背叛他们。听到这句话，小希又一次嫉妒起了他的友情，直接一把将他推开，让他送自己回家。路上玉泰问他，真的是随心所欲在破坏这个城市然后重建吗？小希闻言给自己的老朋友打了个电话，想要将他介绍给玉泰认识，顺便请他吃个饭。他将玉泰带到了老地方中华料理龙厅，这个地方勾起了玉泰不败美妙的回忆。小希毫不避讳地告诉玉泰，这家店的女儿是自己拜托怪兽消灭的，因为那天他弄坏了自己送给玉泰的面包。玉泰眉头一皱，就只是因为这种无聊的原因。看样子小希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过死者的家属和朋友们的想法。说话间，门被打开，小希所有的朋友也出现在他的门口，正是负责将他把怪兽实体化的亚历克西斯。亚历克西斯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店长的特殊反应，就好像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样。这时候玉泰的腕表突然发出了响声，这是怪兽存在的证明。小希告诉玉泰，自己今天并没有放怪兽出来。亚历克西斯却没有阻止玉泰，他一出门就看到了出现在城市上空奇怪的东西，士兵们全都注意到了那个像 UFO 一样的东西。那还赶紧给玉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地球被外星人入侵了。这一切让小希有些不满了，亚历克西斯完全不遵循自己的意见就放出了怪兽。变身完全的玉泰直接对 UFO 使用了古力特光线，结果那怪兽竟然能够浴火重生，他速度极快的将电光超人击倒在地，实力不容小觑。这都是因为怪兽的能源来源于憎恨，这只怪兽是安琪制作的，他对于电光超人的憎恨远远高于小希，所以怪兽的能力也就越强大。对于安琪擅作主张的行为，亚历克斯放任他的行为，小希都感到非常的不满。而这场战斗也没完没了了起来，他们觉得是时候派出古雷特合体以后会飞的家伙上场了。比特做的笔直，发现所有人都在盯着他。原来是在说我吗？不是，你还是谁嘞？毕竟只有比特是拥有飞行能力的苍穹喷气机。化身冲天电光超人以后，古雷特获得了远程锁定攻击的能力，但不管怎么摧毁对方，他都能够再次复活。古雷特发现这些 UFO 并没有任何斗志，古雷特意识到不对，直冲云霄，看到了位于最上方控制 UFO 的怪兽本体吉利伯。看到电光超人的瞬间，安琪这小子又开始抄袭了，模仿着他的招式飞了起来，这一下直接变成了飞机大战。到达苍穹顶端的时候，玉泰眼前忽然开了，最边缘的地区全是密密麻麻的城市倒影，天空之上竟然还有一座城镇。阿诺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这座城市的外部什么也没有，这不由得让大家开始相信起了玉泰所说的话。战斗仍在继续，古雷特一击电光剑将吉利伯一分为二，这一下他又要开始对付安琪这个小鬼了。躲过了对方眼花缭乱的追踪弹之后，安琪的本体再次被击溃。这一周，众人开始细细的思索起了安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灾难都来源于小希和那个叫做亚历克西斯的生物。如果怪兽是从小希内心所诞生的话，玉泰认为使命一定不只是战斗。窥测这一切的亚克西斯认为，还是只有真正身为人类的小希才能够制造出有绝对力量的怪兽，安琪完全不行，所以他会好好惩罚安琪，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踏入小希的房间。他在阴暗的小巷里找到了正在翻垃圾的安琪，本想反抗的安琪却被对方给弄瞎了右眼。高中生们还在为学员季做准备呢，他们仨却无心投入其中。你还觉得城市上空的城市没有人居住，有些不明觉厉，大概是什么终极 BOSS。他觉得这个城市自身大概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推测还没说完呢，脚腕就被波拉来了一脚。最近因为敌方行动越发猖獗，他们4个也得随时守护好他们仨才行。玉泰觉得小希肯定是被外星人给利用了，所以才在不断的制造怪兽。楼下的吵闹声引起了几个人的注意，他们发现卡里巴已经被叫出的人给团团围住了。毕竟这几位不管怎么样看上去都
不是什么好鸟，他们只能勉为其难的选择撤退。之后的几天早上坐车时，六花都没再碰见过小西。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个礼物想要送给他，却没能找到机会。小西这一天都在家里埋头做着怪兽，他已经开始疲倦了，觉得是时候打败电光超人了。不过启动怪兽的时刻不是现在，而是在许愿季当天。他久违的一大早来到了学校里，将六花、内海还有玉太一起叫了过来。看他们的表情，他就猜到他大概也都知道自己制作怪兽的事儿。他将自己新制作的怪兽拿给他们看，这是基于第一只怪兽进行的改良版，卷土重来的古尔基拉斯。他要在学院季上那天让这只怪兽大闹一场，要是想阻止自己的话，就来试试看吧。但人陷入了沉思，要怎么跟同学们说明情况呢？只说有怪兽回来，大概没有人会相信的吧。内海让玉太不要太泄气，靠大家的力量肯定能够度过难关的。玉太想，既然如此，那就把新设计的中学生力量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经历过上次电脑死机的惨痛代价以后，玉太决定缩小整体的体积，只要变小了，不就能全员出动了吗？一旁沉默许久的六花觉得，除了战斗，应该还有别的事情他们能做。一个想要战斗，一个觉得还有别的事能做。两人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争执。在学院季即将到来的第3天，六花选择了退出联盟。虽然内海一直在说什么联盟，但他不可能头脑一热就和朋友们战斗。内海觉得他在感情用事了，这句话一出，气氛一度陷入了死寂。内海也觉得自己这句话好像说的太过头了，果然还是先从小西的事情上入手吧。两个小伙子脑子一热就去找到了小西，希望他收回这句话，换个时间再胡闹。小西告诉他们，自己选学院季是因为不喜欢学院季。玉太告诉他，如果你的目标是电光超人，就不应该把不相干的人牵扯进来。小西却没有搭理他，径直的离开了。两个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些什么。那一晚被破坏掉右眼之后，命悬一线的安琪终于还是饿到受不了，来到了六花街的杂货铺。卡里巴一看到他就准备拔刀，被布拉给拦住了。安琪没什么敌意，他就是想找到六花。在看到走出的人不是六花之后，他饿到彻底昏厥，倒在了地上。六花的妈妈给他做了一顿香喷喷的烤吐司。看他是在狼吞虎咽的马克思询问卡里巴，那天干嘛不追上去？凭他的实力，应该能够杀死这个小鬼的。卡里巴只说他觉得玉太应该不太想让自己这么干。看他吃完准备走，布拉拿刀逼他跟老板娘说句谢谢。这一下换卡里巴拦住他了，他放走了安琪，还说自己拿到他的联系方式，下次再教他做人的礼仪。布拉觉得这结果脑袋肯定是坏掉了。从学校回家的公交车上，六花从小西口中确信了是他创造的怪兽，杀掉了小文和小光他们。小西告诉六花，如果不满的话，就把自己给杀掉，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六花告诉他，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西非常高兴，不管自己做什么，六花都不会讨厌自己，因为是他将六花设定成这样的，他是作为自己的朋友从怪兽中挑选出来的改造而成的存在。六花觉得小西肯定是疯了，回到杂货铺以后告诉玉太，今天已经和小西谈过了，没什么用，自己无法说服他。如此看来，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到。杂货铺的电脑也是父母的，玉太告诉他并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陪伴，才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很多事没有六花的话，仅凭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希望六花能留在这里。内海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这时候六花竟然主动的说他要向内海道歉，虽然是他说的过分的话，但他想要先去道歉。他想了想，那家伙估计也没有想到吧。听了六花的话，玉太忽然有了主意。学员季当天，小西打算在家里就启动古尔基拉斯，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古利特竟然抢先一步出现在校园剧场，但是是迷你缩小版。众人只说玉太太聪明，让他率先出场，让所有人去避难。让小西没想到的是，新世纪初中生这次居然一口气全都出动了。他本来想着古利特就米粒大小，肯定随随便便就拿捏了，但没想到他们整合到了一起，变成了全武装电光超人以后，还真有点不好对付。波雷的电钻加上比特的喷射机，让他们直接完成了空中打击。汲取阳光之后，浑身镀金的古利特全力终结斩结束了怪兽罪恶的一生。在他们的保护下，学院季顺利的举办了起来。六花本想按照计划提前跟内海说声对不起，却没想到这小子认错速度还挺快的，毕竟大家都是朋友嘛，有什么说不开的。在欢声笑语中，学院季和平的度过了。只有没打赢的小西一个人在家里失去了灵魂。不知从何时开始，城市里一直弥漫着散不开的雾气。这次玉太依然在六花家醒来，不同的是，这一次出现在身边的不是六花，而是小西。但相同的是，这一次玉太也失去了记忆。小西取代六花的位置，出现在六花的家里，正呼六花的母亲为妈妈。玉太走出杂货铺时，城市上空已经没有巨大的怪兽了，他总觉得自己的左手空落落的。小西便给他戴上了自己的腕表。吃东西的时候，玉太问他为何会在他家醒来，小西毫不避讳的说他们在交往。玉太懵了，总感觉自己好像血赚，但又总觉得街道对面好像少了点啥。将玉太送到家门口以后，小西便愉快的离开了。回到家，本应该是全家福的合影照，只是条风景。玉太细想，觉得失忆好像也没那么糟，居然能跟那样的大美女交往。在这个世界，单人组相互之间都没有任何的交集。小西们一个个找了过去，和他们每个人单独搞好了关系，再将六花带到了自己家。亚历克西斯成了他的管家，这一身夸张的装束也成为了 cosplay。接着，特佩内海去了模型店，购买了他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模型。周末的时候，他就和玉太手拉手一起约会，这才是他想要构筑的世界。但这一切都是他制造出的新怪兽巴贾克的技能。但游离在这美妙梦境之外的安琪想不透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过了这么久，电光超人还不出现。波拉几人来到杂货铺以后，发现他们仨睡得很熟，怎么叫都叫不醒。卡雷巴认为肯定是城市上空那只怪兽干的好事，这只怪兽触碰不到任何东西，因此他们也没办法造成伤害，让他们从梦境
境中醒来，淋了一身雨，像只落水小猫似的安琪来到了六花街的店铺门口，让他赶紧把电光超人叫出来。没有电光超人，他就什么事也做不了。大家告诉他，如果不把外面的怪兽打败的话，电光超人是不会出现的。听到这句话，安琪转身就跑，拿上自己的小电锯，试图对巴贾克造成伤害。然而这些都是徒劳的，物理伤害对巴贾克来说根本没用。不过这反倒给新世纪的中学生们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小子挺耿直。这一切当然也被站在最高处的亚历克西斯和小西看在了眼里。不过对于他们来说，电光超人不会再出现就足够了。安琪怎么胡闹，他们都懒得再出手。在玉泰的呼唤声中，小西回过了身来。两人行走的目的中时，玉泰忽然停住脚步，告诉他自己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他总觉得自己有必须要去做的事情，这件事对于小西来说同样重要，并且只有自己才能做得到。在转头看向一旁的墓碑时，赫然发现这是同班同学小问角的墓碑。从反光中，他看到了古力特的身影。连接成功的一瞬间，古力特的变身手环便出现在了玉泰的手腕上。玉泰一下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梦。只要是梦的话，就一定会醒来，因为是梦境。对于小西分身，同时对3个人进行攻略。他知道内海对自己有好感，所以主动邀请他去自己家里。然而内海就迟疑了，好事接二连三的发生，让他觉得很虚幻，而他最重要的朋友却不在身边。他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如果按照这样的剧情，他和小西真的会成为好友也说不定。但他知道两人之间有距离。在和好友的欢声笑语中，小西向六花抛出了橄榄枝，让他和他们一起去海边。六花却婉拒了他的邀约。他知道小西有很多的朋友，也知道这是梦，所有的人设定都是为了爱小西而生的。但六花还是坚定的和他说了再见。脱离小西的3人记忆回归，全都想了起来。有一件事只有他们3个人才能做到。变身以后，玉泰朝怪兽发动了电光念力，这招能让处于现实中的虚幻怪兽直接实体化。玉泰他们在梦中与巴贾克对决时，现实生活中也需要大家的帮助。安琪没有想到，电光超人不在的情况下，他们4人居然还能合体，一伏的下去，巴贾克就祭天了。看完了全程，安琪有些疑惑，为何电光超人还是没有出现？马克思告诉他，古力特没有出现的必要，也不会成为他的对手，因为他是拥有新的生物。只是此时的安琪还没有办法消化这句话的含义。3人从梦境中醒来，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古力特告诉他们，还有一人沉浸在梦境中，需要他们去唤醒。六花回忆着梦中的事，忽然告诉他，他想听听大家的建议，他们该如何去拯救小西。他将小西说所有人都是为了爱他而被创造出来的事告诉了这些人。内海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自己好歹都是有老家和父母的，难道说就连记忆都是被他给创造出来的吗？照这样下去，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了。城市里的怪兽也是因为被玉泰发现了，所以才会被大家给注意到。古力特却仍有疑问，小西真的是这个世界的神吗？第2天上学的时候，小西猛然间发现，之前被自己用怪兽杀死的几位同学竟然回来了。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他这才在梦中醒来。伊艾克斯告诉他，真正的人类是不会做梦的，接着催促他赶紧做新的怪兽。小西有些迟疑，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一直创造怪兽来着？众人在一番商讨过后，还是决定直接去小西家找他。要是小西被外星人利用了的话，他们必须要去拯救他才行。说完，大家都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隔壁。小西的话不假，他这个六花家的确很近的。按了门铃没反应以后，马克思直接把门锁给破坏了。大家打开门后吓了一跳，门的那边是上次他们看到的浮在半空中的城市。卡里巴告诉他们，看来小西已经连带着他整个家逃走了。之后一整个星期他都没有再来学校。这几天城市也非常的风平浪静，没有任何怪兽出现。但这样的平静只是一时的，如果小西出事的话，他们包括整座城市都可能会消失。波拉认为重置的现象只出现在浓雾过后，那也就是说受到影响的就不只是电光超人以及他们几人。卡里巴告诉他们，那玩意儿不是雾，是扰乱人记忆的神经性毒气。玉泰猜想，难道自己的记忆缺失也是小西搞的鬼吗？但这样又会出现问题，如果能随意篡改他的记忆，不就可以轻易的打倒电光超人了吗？他们是以非完全体的形式被召唤到小西的世界的，能做到这件事的人只有亚历克西斯。此时的他对于小西创造出的怪兽越来越不满意，其他人的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临近期中考试，他们依然得备考。这里是小西创造的宜居城市，但他自己却躲了起来。六花觉得神大概也有神居所的地方，只是小西从那个地方逃出来了。六花一直都知道小西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不过所有人都期待着明天也不会出现怪兽，被创造之物是不会消失的。所以在小西消失这段时间，安琪也只能四处流浪，而他也被卡里巴给盯上了。之前卡里巴就要说过，好好教他怎么做人。虽然他说自己是一个以电光超人为目标的怪兽，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想过打赢电光超人之后会怎么样。卡里巴告诉他，像你这样在人和怪兽之间徘徊不定的家伙，别想着能打过电光超人了。这句话像是触了安琪的逆鳞，他大声地告诉卡里巴，自己就是为了打败电光超人所以才存在的。话音刚落，整个城市一阵晃动，城市正中心凭空出现了一个粉粉嫩嫩的怪兽，至少可以确信小西肯定还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这次大家依旧选择了全员合体出击，这次的粉河马似乎特别弱，一下子就萎了，所以安琪这小子出现跟战争添了点彩。他模仿了古力特的技能，却发现打在对方的身上和挠痒痒似的，毫发无伤。古力特轻轻一脚就能将他踹飞，眼看着他高举着手中的剑迟迟没有刺下去。安琪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杀了自己，没有得到答复。一阵瓢泼大雨让他显得更加可怜了。这次的粉河马相当的奇怪，就算杀死了尸体还留在原地没有消失。大家不关心那个粉河马，只想知道玉泰为什么不把那个胡搅蛮缠的麻烦精给杀掉。卡里巴
再次被同伴解惑，他一直在模仿人类，和人类太过于亲近了。现在的他是有了新的怪兽，而电光超人是不会杀死活着的生命的。按照这个世界的设定来说，怪兽并非活着的生物，而是类似于小溪的恶意一样的东西。安琪从一开始就是从对电光超人的恨意诞生的，但他在身为怪兽的同时又获得了生命。他从垃圾桶里捡了把伞，找到了站在废墟之中的小溪，眼前这对被破坏掉的饭店就是当初他第一次打赢电光超人时小溪请他吃饭那家店。安琪询问小溪为什么他要给身为怪兽的自己赋予生命，小溪却说他已经不是怪兽了，因为怪兽不懂得人类的感情。他知道安琪一直在找自己，而怪兽是不会去配合人类的，他们存在的理由只是破坏人类平稳安宁的生活。而他作为造物主不喜欢像人类一样的怪兽，安琪却有一双像人类一样的眼睛。他将安琪给赶走了，让他自己去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本河马的尸体从内部被撕开，里面钻出了一个尖头怪兽。他走过的地方将所有怪兽的头都破坏掉了。亚历克西斯告诉小溪，城市的管理怪兽坏掉了，重新制造不就好了吗？但这次小溪没搭理他，直接离开了。街头怪兽将所有怪兽破坏掉以后，城市的浓雾就消失了。失魂落魄的小溪来到了六花街的店铺门口，看到了里面闪耀的光芒，那是希望的光芒，也是他将合体时释放的光芒。作为智囊团的两人通过定时屏幕里看到了古力特被对方压制的画面。这次的怪兽似乎有些强过头了，他和至今为止的所有怪兽都不一样，完全无法读懂他的下一步操作是什么，以至于没能察觉到他胸口释放的光线有多么的危险。他将古力特打倒之后，挨个拆除了他身上的组合部件，所有人都被一一扔了出来。他的目标是杀死古力特，被掐住脖子，古力特毫无反手之力。这时候安琪忽然出现救下了他，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安琪忽然会为了古力特而战，只有安琪自己才知道，这是小溪离开以后他所做出的选择。他要找到自己获得生命的意义，所以为了打倒古力特，他要和他一起战斗。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安琪复制了古力特的模样，不应该说现在的他成为了守护电光超人的电光骑士。在和尖头怪兽对战的时候，因为他能理解小溪的心，所以能读懂怪兽的动作。在他面前，尖头怪兽的攻击并不是毫无章法。看出破绽之后，他直接手刃了尖头怪兽。战斗结束，玉台从电脑里弹了出来，小溪也从门外走了进来。就算是身为神的他，也没有想到古力特竟然要依靠这种老旧的电脑来进行变身。玉台此时还天真的希望小溪不要再被外星人所蛊惑，下一秒就被对方的美工刀刺伤了。玉台晕倒的时候，古力特的链接也断开了。小溪深知自己这样做很卑鄙，但他也只能这样做了，所以在破坏了电脑之后离开了现场。众人此时急得头都要炸了，医院的电话打不通，旧电脑也彻底宕机了。他们只能将玉台放到车厢里，拉着他去病院。好在那一击并没有刺中要害，医院将他抢救了回来。整个城镇的通讯设备都被切断了，因此他们也无法联系上玉台的父母。这都是因为那个像风景一样的怪兽死了。那些怪兽是用以维持城镇的，破坏掉之后，城镇和生命的记忆都不会再被重置了。六花决定去学校看看，此时的学校成为了避难所。看到这副惨状的六花，决定自己一定要找到小溪，好好说清楚。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他做出这样的事。亚历克西斯仍在催促小溪做出新的怪兽，因为他创造出的安琪变成了新的古力特。小溪告诉他，自己已经杀死了玉台，不需要新的怪兽了，自己再无法创造出新的怪兽了。见他毫无斗志，亚历克西斯只能调动自己最后的底牌，将这些怪兽全部废物利用一下。真的怪兽再次躁动起来的六花回到了医院，没想到气氛却相当低迷，因为新世纪中学生的力量都是因为电光超人而存在的。玉台不行的话，他们就无法和电光超人合体。安琪这时候站了出来，问他们难道真的打算什么都不做吗？在场的大概只有内海不认识安琪了，当然六花也不知道，原来这一小子就是一直缠着他们那只怪兽。安琪赶紧解释，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怪兽了，虽然大家也不会承认现在的他是电光骑士。内海早就看着家伙总抄袭电光超人的招式不爽很久了，没想到对方压根不把他看在眼里，觉得战斗的时候在小人物的话就没法专心了。作为小人物代表之一的内海觉得非常的气愤，怪兽总是在肆意的破坏着普通市民们的生活，还压根没有把大家放在眼里。他生气的揪住兰吉的领子，看他毫无歉意的样子，差点没忍住就一拳招呼上去了，好歹算是被六花给拦了下来。内海非常自责，深知怪兽在与电光超人战斗时会有许多人因此丧命，之前的他竟然还乐在其中。他想，既然安琪现在已经不是怪兽了，那他就该为过去身为怪兽的他所做的错误去赎罪，眼下只能靠他去力挽狂澜了。这个道理安琪当然懂，欠债就要还，他也是为此而来到这里的，这就是他从卡里巴那里学到的礼貌。这话给卡里巴都给整笑了，没想到这傻小子还挺明事理的。马克思将他们给他赐予的新名称电光骑士告诉了他，使命必达的安琪选择在这时候挺身而出，冲上前和那些怪兽决斗。他的实力不弱，但对手的数量也太多了。在安琪战斗的同时，众人也在想办法将玉台唤醒。虽然说玉台因为失血性休克昏迷过去的，但这么多天不醒也太奇怪了。众人寻思不对劲儿，带上六花的妈妈就要回赶。一直以来，只有玉台在，旧电脑才会启动。如果旧电脑和玉台的精神相连的话，只要把旧电脑修好，玉台不就会醒来了吗？争取了六花妈妈的同意以后，众人翻箱倒柜，找出了比旧电脑配置更好的显卡。六花的脑海中再次回想起了小溪的话，他明白自己必须要找到小溪才行。等他一走，玉台的身边就只剩下了内海一个人，他像个局外人似的失落地坐在一旁。虽然他只能陪着玉台，但这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此时昏迷的玉台正在脑海中天
天人交战。他搞明白了一件事，自己的体内会出现古丽特，自己也是存在于古丽特的体内，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体的。古丽特在小希的世界里就是以玉泰的身份存在着的，新显卡这么一装，就有电脑修好了。玉泰也悠悠转醒，他起来以后告诉内海，他已经弄明白了，自己不是失忆了，而是本就没有过去的记忆，因为现在的他是寄宿在玉泰体内的古丽特，而原本的玉泰人在沉睡中，他一日不离开玉泰，就一日无法醒来，所以他要尽快完成自己的使命。哪怕内海不希望他再随意的使用玉泰的身体，此时的安琪已经战斗了最后一刻，能量也已经见底了。玉泰赶回了杂货铺以后，和4名伙伴们一起变身结合，卡利巴也毫不吝啬的希望安琪能好好的使用自己。和安琪结合以后，卡利巴化为了电光骑士圣剑，在两人的连刃手下，成群的怪兽也被消灭殆尽。六花找到了坐在房檐的小希，两人看到了玉泰的归来。此时小希的自我的厌恶值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神实在是太蠢了。既然如此，六花也不必再跟着自己回到那群人身边就好。六花让他不要再说那样的话了，自己和他不同，虽然不是神，但却一直认为他是很好的朋友。既然自己是小希的朋友，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他想知道自己在小希的眼中是怎样的存在，是否怀念这段友情是假的。但小希没来得及说出口，亚历克西斯又出现了。他不给小希拒绝的理由，就将小希变成了毫无人性的怪兽。这只怪兽名为作茧自缚的杰凯，这个小希本人一模一样，作茧自缚，蒙蔽了双眼，才盲从了亚历克西斯的话。此时还没察觉到危险的众人还在商议着如何找回古丽特的所有精神，只要他们齐心协力，原本的玉泰肯定能够醒来，但他们无法放任亚历克西斯不管。说话间，杰凯就已经袭来，玉泰还有其他事必须去做，所以现在只能由安琪去阻拦他。安琪告诉眼前失去人性的怪兽，他并不是什么怪兽，他是小希才对。但此时的小希已经被无数双手禁锢住了。安琪掰开了怪兽的嘴，便由人形钻到他的体内，他要去拯救小希。亚历克西斯一向认为能制作出怪兽的人本身就是怪兽。他看到一旁的六花一脸认真的说自己是小希的朋友时，忍不住笑了起来。这说六花是小希所做出的怪物中产生的赝品，虚假的人类复制之物，他们只是为了小希而存在的人造品。人类和造物主这是相当悲哀的关系呢。六花告诉他，是否悲哀这件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判断。如果按照亚历克西斯所说，小希本身就是那样，那么他们就要一起来携手改变小希。玉泰这时候杀到带走了六花，又来到医院朝内海伸出了手。虽然内海总说自己是普通人，派不上什么忙，但他们可都是玉泰的朋友啊。现在朋友需要他，又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安琪一路深入到了怪兽内部，救出了在黑夜泥泞中任自己坠落的小希。小希没有想到自己制作的怪兽最后会救了自己，他果然是自己的失败之作。可这又如何呢？失败之作带着他逃离了暗黑的苦楚，但现实可由不得他们。亚历克西斯一刀穿破了安琪的心脏，将他给丢了下去。他将小希给吞噬，打算再次在这片荒芜的城市上为非作歹。同一时间，杂货铺内所有人的手上都出现了一台接收器，包括血泊之中的安琪。只要有了接收器，大家的连接也将更加紧密。安琪也靠着最后的力量，让自己与同伴们拉上了连接。在六花和内海的帮助下，输入代码成功的古丽特合成了最终完全体。市民们看到了来拯救他们的古丽特超人，也不知为何，内心深处总觉得他们好像已经被拯救过很多次了。这副姿态，亚历克西斯可是太怀念了。他要和古丽特决出胜负，接着寻找下一个小希。古丽特怎么会让他肆意妄为？他就要在这里终结掉他。和总是利用他人背后偷奸耍滑的亚历克西斯不同，古丽特是由友情凝聚而成的，对付他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亚历克西斯这家伙居然是不死之身，为此他感受到无尽的空虚。也正因如此，只有小希那样人的感情才会满足他的内心，因此他还会继续寻找像小希那样的人去满足他的私欲，控制那些需要自己力量的人。对他而言，小希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对这个世界毁灭也没什么事儿。这一下给古丽特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连旧电脑都开始冒起了火花。亚历克西斯觉得生命有限的古丽特是赢不了身为不死之身的自己的，他打算直接在这里终结掉电光超人的生命。两道射线交汇的瞬间，古丽特就被弹飞了出去，他的眼泪跌落到地面上，本应该被破坏的地面又恢复了原样。他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不是用来打败敌人的，他真正的力量是为了修正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小希的内心。亚历克西斯从来没有看到过电光超人使用修正光线，也没有想到这一束光线竟然能对自己造成伤害。被关在禁闭空间的小希耳边响起了大家的呼唤声，但他始终没有勇气推开门踏出这一步。大家告诉他，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所以才需要别人。如果小希也需要别人的话，这座城市一定会变得更加宽广的，他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宽广。小希害怕这么大的世界容不下一个小小的自己。文阳六花希望他能依靠大家，相信大家，这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是他的朋友，这个世界是以他的意志而前行的，他所创造的世界没有他不行。这一刻，小希终于坚定了自己的心，推开了那一扇门。在他内心被修复的一瞬间，亚历克西斯的不死之身也出现了裂痕，那是因为他们所坚信人类拥有的潜能，这就是拥有生命之物的力量。无穷无尽的能量化作一拳轰在了亚历克西斯的脸上，在他被消灭的同时，整颗地球都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一段时间后，小希将家里收拾了个干净，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因为他在这里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事。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胆小
懦弱狡猾的家伙，这些是六花都知道，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依旧是最好的朋友。六花掏出了自己很早以前为小希购买的礼物，是颜色和她很相像的公交卡包。他希望小希今后不管去哪里都要堂堂正正的，因为他是大家这个世界的神呐。他希望神明大人再听听自己最后的愿望，他想和小希一直在一起，但也希望这个愿望不会实现。两个人的手相接触的一瞬间，小希已经从这里离开了。玉泰转头询问内海，他不是有挺多话想告诉小希的吗？内海想说的话多到爆炸，但他知道自己没法达到那个地方，毕竟神明也有神明的世界。在古力特临走前，内海告诉他，他一定要好好告诉那边的神明，他们在这个世界是怎么大显身手的。还有，下次回来的时候别再附身在玉泰身上了，来自己身上吧，不然分别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难过的。古力特和内海还碰了碰拳，希望他代替自己向真正的玉泰问好。虽然醒来的玉泰可能会失去这段时间的记忆，但古力特在他的身体里刻下了印记，就像他在附身这段时间里，他依然不改对六花的心意一样。六花这时候才知道，原来玉泰那小子对自己抱有好感。古力特代表超级特工向他们道了谢，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也要回到超级世界去了。但他们不是一个人，这趟旅程也让他们重新认识到了拥有可以信赖的朋友的重要性。虽然安琪最后没有到现场，他被阿诺捡到了，他们都知道对方是怪兽。安琪臭屁的告诉他，自己可是知恩图报的怪兽。安诺听到他这句话，笑得前仰后翻的，因为他们家族的家训也是这个。初雪降临的时候，玉泰便醒了过来。虽然不知古力特为何选择玉泰，但他的身上一定有着特别的闪光点，这将伴随着他和朋友们的一生。